嘿，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一本蛮特别的书《阿米：爱的文明》。主角毕德罗又再次踏上他的星际旅程了。对，这次他是要去寻找他的外星朋友阿米，还有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外星女孩文卡。这趟旅程听起来不只是冒险而已，更像是一种对爱、对成长，还有一些宇宙法则的探索。你准备好跟我们一起看看彼得罗这次又经历了什么吗？是啊，不过故事一开始的气氛，说真的，其实有点让人揪心。哦，怎么说？就是彼得罗啊，他在海边等了一整个夏天。等了一整个夏天，哇！对，暑假都快结束了，可是阿米跟文卡，就一直没出现，那种等待一定很难熬吧？从充满希望到几乎绝望。书里把那种心情描写得很真实，每天看天空，看到飞机、流星，甚至连卫星都以为是阿米的飞船。哎，这心情起伏也太大了。不过好像也就是在这段又长又难熬的等待里，他反而静下来想了很多事。没错，有时候等待就是这样，会逼着你去思考。他那时候体悟到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观点。是什么？他说，真正的爱心是聪明和善良的最佳平衡。哦，聪明和善良的平衡，这不只是单纯的喜欢呢。对，这不只是那种青春期的感觉哦，这其实点出了阿米一直想传达的核心概念，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所谓的文明，那个基础啊，其实就是爱。而且这个爱不只是感觉而已哦，它更是一种智慧跟行动的结合。听起来蛮深的。他好像也回想了遇到阿米前后自己的变化。他反思很多，比方说以前他对神的想象，可能是那种很威严，会惩罚人的那种形象。好像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这样想。对，但经历过阿米带给他的体验后，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光和爱的超级智慧王。超级智慧王。对，也就是宇宙本身那种无条件的爱。神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可以透过爱心去感受、去体验的存在。哇，这对一个10几岁的青少年来说是很深刻的转变耶。非常深刻，这也带出来书里面一个蛮有意思的观察。什么观察？就是说啊，单纯的真理往往需要单纯的心灵才能够理解。单纯的真理要单纯的心灵。对，像我们地球人啊，因为心思太复杂，太多算计，太多利弊权衡了，反而很难 grasp 住，就是抓住像爱心这么简单却有这么根本的宇宙法则。这个我好像有点感觉。我们好像常常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没错，然后这种内在的复杂，好像也反映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上面。真的，像彼得罗就观察到，地球社会太强调我了。个人主义。对，强调竞争、物质、输赢，好像那个弱肉强食，换个包装就变成了所谓进步的动力。但结果呢？结果就是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快乐啊，心灵很空虚，而且很缺乏我们这种整体的观念。只想到自己。连教育好像都比较偏重外在的知识啊、技能啊，而不是去培养同理心、团结合作这些内在的品质。书里面就拿这个跟阿米去过的那个奥菲尔星球，那些比较进化的星球来对比。哦，那些星球是怎么样的？在那些地方啊，爱就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资源是共享的，没有什么阶级分别，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哇，听起来好理想。所以啊，地球被那些更高文明看作是不文明的地方，问题其实不是出在科技落后，那是出在哪里？是心灵层次，就是爱的程度还不够。这点真的蛮值得我们思考的。不过，虽然点出这么多问题，阿米之前好像还是鼓励彼得罗，要他尽量保持快乐跟善意。对，即使是对那些看起来好像在做坏事的人。为什么？阿米说，那些人本质上只是无知，他们不是真的坏，只是不懂。所以解决方法不是去对抗，而是教育。用教育去潜移默化的改变思想，听起来很理想，但感觉执行起来超难的。的确很难呐。
连彼得罗自己都感觉很无力。他觉得这个世界这么乱，要改变实在太困难了。他甚至冒出那种念头，就是说，除非发生什么大灾难，不然世界不会改变。对，但他这个想法被阿米反驳了。阿米认为不需要透过毁灭也能改变。那要怎么改？阿米觉得传播爱这个宇宙基本法则，也就是他请彼得罗写这些书的目的，就是改变的途径。透过故事来传播爱。是的，因为爱本身就是最高的逻辑，只是目前地球上掌握权力的人，或者说其实是大多数人都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这才造成了这么多混乱。在等待的时候，彼得罗好像还一直做噩梦，对，他常常梦到文卡被他们星球的男生追走，理由还是那种很老梗的，我们星球不同，不适合在一起之类的。哈哈，对，这完全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还有对分离的焦虑，真的很怕失去文卡。不过有个对比蛮有趣的，就是他奶奶。对，他奶奶的变化。在彼得罗煎熬等待的时候，他奶奶反而好像活出了新生命。没说，他开始练瑜伽，还重拾了以前美容师的工作，整个人变得很充实，容光焕发。这跟一般想象中那种在家苦等孙子回来的老人形象很不一样哎。是啊，这也是一种有趣的对比。那段时间，彼得罗每天去海边的岩石那边等，变成他的例行公事了。他对文卡的爱真的很深，即使实际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就是认定了文卡是他灵魂的另一半。这种纯粹的信念好像也就是支持他度过那段漫长等待期的力量。然后就在他快放弃的时候，阿米终于用一个超酷的方式出现了。哪个方式？快说快说。就是那个游戏机房的情节啊。我想起来了，所有机台的最高分记录突然都被一个叫 AMI 的缩写打破了，而且那个分数高的离谱，根本是天文数字。重点是还没有人见过这个玩家到底是谁。阿米用这种方式通知彼得罗也太俏皮了吧？又俏皮又带点教训的意味，顺便讽刺一下那些沉迷在虚拟分数里的孩子们。这也刚好呼应了奶奶之前说的那个头号大傻瓜理论。没错，花大钱跟时间去争游戏机第一名，真的很傻。彼得罗一看到那个分数，马上就知道是阿米回来了。对，他立刻冲去他们之前约定的老地方，果然就发现了阿米留下的纸条，约他在树林见面。为了这次重逢，彼得罗还做了什么准备？他还人生第一次用了香水，超重视的。哈哈哈哈，很可爱。那重逢的场面呢，一定很感人吧？书里写得很美。彼得罗在树林里闭上眼睛等待，然后感觉到一双温暖的手捂住了他的眼睛，还有熟悉的馨香。是文卡？对，就是文卡。那一刻，他们两个什么话都没说，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多余了，只有眼神跟心灵的交流。好浪漫。但是浪漫不过3秒钟，阿米马上跳出来，带来一个惊喜。什么惊喜？该不会是……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文卡长高了，而且还变得比彼得罗高。对，这对彼得罗的打击超级大，他整个人立刻就垮掉了，很沮丧。他开始担心文卡会不会嫌弃他矮这点真的好写实哦。青春期的男生好像都很在意这种外表上的比较，超在意的。不过阿米马上就点出来了，他说这是视觉上的种族偏见。视觉上的种族偏见？对，是进化程度还不够高的人才会有的表现。太在意身高外貌这些表面的东西，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内在连结。有道理。文卡怎么说？文卡也很温柔地安抚他，跟他说他们的感情是超越这些外表的。这里其实就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常常被社会制约的那种审美观给绑架了，然后就看不到更深层、更真实的东西。没错。阿米接着就说，人要靠自己的心和智慧去判断，不要去盲从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是社会的那些刻板印象。如果因为害怕跟别人不一样，怕被人家笑，就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或者是不敢分享那些充满爱的想法，那好的事物就没办法传播出去了。彼得罗也承认，他自己常常为了要融入大家，就选择隐藏自己的想法，选择迎合。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困境了。
所以阿米鼓励他们要真诚，要勇敢表达出来。他还说世界在改变。对，他说越来越多人渴望真实、真诚的东西，同时也提醒他们不要只看黑暗面，要相信黑暗无法掩盖光明，要相信爱的力量。听起来充满希望，但就在两个人稍微安心、沉浸在重逢的喜悦里的时候，阿米又丢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今天就要告别。天哪，这心情简直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又从高点掉下去了。对呀，两个小孩当场傻眼，结果阿米还笑他们傻，笑他们什么？笑他们说，分离之所以会痛苦，是因为还没有学会享受两心相思的美好。两心相思的美好，这听起来有点悬。这里就要带出灵魂之爱这个概念了。灵魂之爱，阿米解释说，真正的爱其实是发生在灵魂层面的，它是超越肉体、超越距离、超越时间，甚至超越生死的。听起来好抽象。可是你想想看，彼得罗和文卡之前其实分开那么久，也常常感觉到对方好像就在身边一样，那种深刻的连结感。哈，那个就是灵魂的结合吗？对，阿米认为那就是。所以肉体的相伴当然很好，很重要，但灵魂的契合才是真正永恒的。所以真正的爱是给予，是希望对方幸福快乐，而不是想要去占有、去支配或者过度依赖。没错，如果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那其实就失去了心灵的自由，那也不是真正的幸福。这个道理对热恋中的人来说，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提醒，但可能当下不太容易马上领悟。是啊，所以文卡听完之后，虽然好像懂了，但还是忍不住问嘛。他问什么？他问阿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两个永远都不要分开？小孩子嘛，还是会渴望实际的陪伴呐。那阿米的回答是？阿米直接给了一个很残酷的答案，绝对不可能。哈，这么直接？对，他说至少在他们成年之前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跨星球居住，需要监护人的同意。哦，对耶，地球这边是彼得罗的奶奶，奶奶应该没问题吧？对，奶奶这边问题不大，但七亚星那边，文卡的监护人是他的姨妈，还有，他刚结婚的姨父，叫做郭罗。这边还有个有趣的细节，对吧？关于监护权的认定。没错，阿米补充说，在银河中心那边他们判定监护权的标准不是看什么法律文件或是血缘关系，那是看什么？看爱心。谁是真心爱这个孩子，真心为孩子好，谁才有资格当监护人。哇，这跟我们地球的官僚体系差很多哎。差很多，但问题就出在那个姨父郭罗身上了。他怎么了？文卡说他那个姨父郭罗是一个非常严肃又很专制的特离人，管教超级严格。特离人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搞定。更惨的是，阿米还偷偷用他的高科技仪器去分析了郭罗的心理状态。结果呢？结论是，郭罗同意让文卡离开切奥星，跟彼得罗去地球的可能性是0。0？天哪，这下真的从天堂掉到地狱了。对啊，两个小孩听到都快崩溃了，甚至还说出如果不能长相厮守，那宁可死掉这种话。哇，听起来很冲动，很孩子气，但好像就是这种决绝的态度，反而让阿米看到了一线希望。怎么说？阿米反而跟他们说，两个相爱的人如果下定了决心，就会产生一股非常强大的爱的力量。爱的力量。对，他认为他那个仪器分析出来的科学数据只是根据现状做的推测，但是爱跟信心是能够改变现状的宇宙力量。所以不是完全没希望。阿米觉得，既然他们有这么强烈的爱跟决心，那就值得去挑战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这才让两个小孩重新燃起了斗志。好，那就去挑战看看。于是他们就出发前往气压星了。对，踏上了旅程。结果在途中彼得罗又发现了一个让他很惊讶的事情。又有惊讶的事是什么？他发现文卡的姨父郭罗竟然是特离人。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文卡不是说了吗？不是，是彼得罗一直以为斯瓦玛人跟特离人是世仇就是水火不容的那种。他没想到他们之间还会通婚。原来是这样。那阿米怎么解释？阿米就说，
虽然族群之间可能有很多矛盾跟冲突，但个体之间呢，还是可能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的。爱可以超越那些仇恨。然后更震撼的还在后面，对吧？对，文卡接着又透露，其实他爸爸也是特黎人。哈，爸爸是特黎人，但文卡是斯瓦骂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彼得罗完全搞混了。这时候，阿米他终于揭露了一个之前没说的一个更大的秘密，快说是什么秘密？就是斯瓦玛人和特里人其实是同一个人种。什么同一个人种？那为什么看起来差那么多，还互相敌对？阿米解释说，他们比较像是同一个人种，在不同发展阶段或是不同的族群。而且，契亚星现在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叫做改造。改造听起来好科幻哦，是什么样的改造？就是有一部分的特里人，他们的身心灵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自发的转化成了斯瓦玛人。自发的转化怎么转化？外形上，他们的骨骼会变软，身高会变矮，肩沿会脱落，身上的毛发也会变少。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转变。内在？对，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感受方式都变得更趋近于爱、和平，也就是斯瓦玛人的特质。这不是什么基因改造哦，阿米说是自然的进化越深。哇塞，自然的进化越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卡的爸爸是特里人，但他却是斯瓦玛人了。那这个改造对契亚星有什么影响啊？影响很大啊，这正在改变整个星球的社会结构和整体的能量状态。当然啦，旧有的代表冲突和分裂的那种特里人旧势力还在反抗，甚至还有恐怖活动。对，还是有。这也对应到阿米之前说的，其实地球和契亚星都在经历类似的进化过程，都在接近更高的宇宙能量，加速人类意识的提升。没错。而进化的本质其实就是越来越接近爱，人们会对那些不道德的、缺乏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敏感。但这个过程听出来，充满了拉扯跟挣扎。对的，阿密形容这就像是一个新旧世界交替的拉锯战。那个旧势力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世界暴君。世界暴君是指某个特定的人吗？不是，它更像是一种躲在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那种负面的低频能量的集合体。潜意识里的负能量。阿米甚至还用仪器显现出这个暴君的能量形象给他们看，一个充满了邪恶、恐惧、低频能量的很狰狞的面孔。听起来好可怕。这个暴君是怎么运作的？他就是透过操控那些内心充满恐惧、自私、仇恨、偏见的人，来影响现实世界。怎么操控？他会挑起战争、犯罪、各种狂热思想，还有族群分裂。目的只有一个，阻止这个世界变得幸福。为什么要阻止世界幸福？因为幸福来自于爱与和谐，那是高频能量。而这个暴君呢，他只能在不幸、混乱、黑暗这种低频能量里面生存，所以他害怕爱，害怕光明。那这是神允许的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存在？阿米强调，这不是神的问题，这是人类自己的选择造成的。我们的选择。对，因为神尊重自由意志，是人类自己选择了让恐惧、自私、冷漠这些暴君的养分留在自己的心里面。暴君就是利用了人的麻木、各扫门前雪那种心态，才能这么猖獗。那有办法对付他吗？有克星吗？当然有。阿米也展示了另一个象征光明力量的形象，一个充满爱与勇气的青年。所以这是一场内心世界的战斗。没错，首先发生在每个人的内心，最终会显化到外在的世界。关键的武器就是爱心，阿米称之为宇宙之王或神。爱终将战胜黑暗。阿米好像还有提到，暴君特别喜欢用几种武器来控制人。是的，他提了几个，一种很明显的就是毒品。毒品？对，吸毒会让人智力下降、情感麻木、失去判断力，等于是把自己的心门向暴君敞开，就更容易被操控了。这个很直接。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另一种更隐蔽，但也更普遍的毒品是什么？就是煽动那种狭隘的团体主义。团体主义是指爱国爱家那种吗？那不是好事吗？阿米不是否定爱自己归属的群体了，他指的是那种我的团体
不管是国家、宗教、种族、政党，甚至帮派，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甚至是敌人，是可以牺牲的。哦，我懂了，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缺乏对其他群体的尊重和爱心的态度。对，这种心态会制造分裂、对立和仇恨。健康的归属感、良性的竞争是一回事，但如果演变成仇视，甚至想要消灭对方，那就是被暴君利用了。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分裂，而爱的本质是连结。那该怎么办？难道要跟这些负面势力硬碰硬吗？阿米说不行，用横恨去对抗横恨，只会滋养那个暴君。那真正的方法是？从自己做起，努力提升自己的意识水平，让自己变得更有爱、更诚实、更谦和、更有智慧。先改变自己。对，同时要积极的去传播正面的价值观和知识，帮助更多人觉醒。当越来越多人内心充满光明的时候，暴君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它自然就会瓦解了。这算是一场意识层面的革命。哇，原来如此。说完这些比较严肃的宇宙观之后，他们就到了气牙星了，对吧？对，到了气牙星，他们第一站是先去找老朋友克拉托。克拉托，那个写羊皮书的智者，他看到他们一定超开心的。超级开心，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偏僻的地方很久了，非常非常想念阿米跟彼得罗他们。他甚至说，他每天都在餐桌旁边摆3个空位子。对呀，假装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这段听了真的让人有点心酸，又很感动，可以感觉到他的孤独，还有对友谊的深深渴望。彼得罗也带给他好消息，告诉他，他写的那个羊皮书，就是获得爱心的智慧处方，透过彼得罗写的书，在地球上传开了，帮助了很多人。克拉托听到这个消息，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当文咖说想在下一本书里公开他住址的时候，他却吓坏了。这里面果然有隐情。是的，阿米这才揭开了克拉托一直隐居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啊，克拉托自己就是一个很早期就自发改造的特里人。什么？他自己就是改造人？对，但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怪物，是个异类，内心充满了羞耻感和恐惧，所以才躲起来不敢见人。天哪，这也太让人意外了！他自己写了那么充满智慧的羊皮书，结果却被自己这个秘密困住了这么多年。就是说啊，所以阿米就告诉他，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斯瓦玛和特里其实是同一个人种，那个改造是自然的进化现象。他不是怪物，他非但不是怪物，反而是先驱者，是开创者，是气亚星迈向更高文明的一个例证。这个真相一定对他冲击很大，非常大，就像一把钥匙，瞬间解开了他心里的多年的枷锁。他终于可以从那种长期的羞耻感里面解脱出来了。看到克拉托重获新生，真的很替他开心。不过他好像还是有点不太想回人多的地方。对，他还是有点顾虑，一怕阿米他们离开之后，他又变回一个人，很孤单。他还开玩笑说：“哎，能不能去地球找彼得罗的奶奶？”这里阿米又秀了一下他们的高科技，对吧？没错，他说他们其实有技术可以改变生物的外貌。改变外貌，像整形一样吗？阿米马上强调，这技术不是拿来满足虚荣心的，不是像我们地球人做什么除皱啊、增高啊、美腿啊那种。那是做什么用的？是用在一些特殊任务上，比如说让比较高文明的成员能够在比较不发达的星球活动，而不会被轻易发现。哦，原来如此。克拉托好像想用他的羊皮书来做交易，结果被阿米纠正了。阿米说什么？阿米很严肃地跟他说，真正的奉献是出于爱，是一种愉快的权利，是不求回报的。爱不是拿来做交易的。这点很重要。好了，那叙旧完就该回到正题了。接下来就是要去面对那个大魔王郭罗姨父了。对，克拉托还自告奋勇说要帮忙去谈判。一开始还想用拳头解决，结果一听到对方是个高大的特例人，马上就缩了，改口说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蛮好笑的。彼得罗还异想天开问阿米说：“能不能把哥罗也改造成斯瓦玛人？”阿米说不行啦，他的进化水平还差得远呢。文卡也问：“那能不能用催眠术，让姨父在不知不觉中同意？”这个想法马上被阿米严厉禁止了。
他说绝对不能侵犯任何人的自由意志，为什么这么严格？因为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宇宙法则，叫做回馈定律。回馈定律就是我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可以这么理解。更精确的说，就是你发出去的意念和行为所带的能量，不论好坏，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回到你自己身上。能量会回来。对，如果你运用你的才能去操控别人、伤害别人，比如说像洗脑广告啊、散播谎言啊，那种负能量最终会反噬到你自己身上。那反过来说呢？反过来，如果你用你的才能去帮助别人，启发别人觉醒，那种正能量就会为你带来美好的回报。像克拉托能够解脱痛苦，其实就是他写羊皮书这个善行得到的回馈。哇，所以阿米才说，绝对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达成目的，即使你觉得自己的初衷是好的。没错，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啊，克拉托又再次真情流露了。他说了什么？他表达了对分离的恐惧，还有对阿米跟彼得罗他们这些朋友深深的依恋。彼得罗听了非常感动。然后呢？就在那一刻，彼得罗发自内心的许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什么愿望？他希望他们3个人，他、文卡还有克拉托，能够一起去地球生活。哇，这个愿望感觉难度很高诶。非常高。但阿米立刻抓住了这个时机，开始教导他们关于心想事成的法则。心想事成，真的可以心想事成吗？阿米说，当一个美好的愿望发自你内心的神性时，那就代表你其实有潜力去实现它。潜力。对，但关键在于相信。你必须要有坚定无疑的信念、信心还有决心。不能怀疑。任何一丝的怀疑都会削弱那个愿望实现的力量。这不只是空想哦，阿米说，这是一种创造实相的能量运作方式。听起来很神奇。那他们相信了吗？在阿米的引导下，3个人都非常坚定地表达了"我相信"的意念。阿米就称赞说，很好，这就是行动的开始。行动的开始，所以他们就启程前往文卡家，准备去面对锅罗了。没错，在飞船上，阿米还让他们体验了一下无重力漂浮，克拉托玩得超开心的。但阿米也借机提醒他们，凡事不可粗心大意。对，他说，因为粗心造成的伤害跟故意造成的伤害一样严重，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责任心。这也是一种提醒。然后他们就快到文卡家了。对，到了附近，他们先用飞船上的荧幕观察里面的情况，看到了姨妈克洛卡，还有那个关键人物姨父锅罗。阿米本来的计划是什么？他本来的计划是要非常有耐心，慢慢来，因为锅罗的思想非常坚固，像石头一样。他打算让文卡先单独跟比较开明的姨妈接触，建立一点基础，再想办法。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没想到文卡太冲动了。他做了什么？他一进门，完全不顾阿米的计划，就直接当着姨父的面问姨妈相不相信外星人啊，这么直接？还挑衅他姨父，说他看到飞船了，要拉姨妈去院子里证明给他看。天哪，这完全打乱了阿米的步调。阿米在飞船上一定很头痛。对，他直摇头，说时机完全不对。锅罗果然当场暴怒，觉得文卡一定是疯了，还说要去叫心理医生来。那姨妈呢？姨妈就赶出去院子安慰文卡。阿米赶快用仪器检查了一下姨妈的心理状态，确认她应该还能承受。然后呢？然后他就让飞船短暂的在姨妈和文卡面前现形了几秒钟。哇，姨妈看到了，当场惊呆了。这下证实了文卡说的话是真的。锅罗后来出来，虽然没亲眼看到飞船，但看到他太太那个震惊的反应，也开始动摇了。文卡就趁这个机会，把彼得罗啊、克拉托啊、心灵知己啊、想去地球啊，所有事情一股脑儿全说出来了。这对锅罗来说信息量也太大了，完全超出了他原本的认知框架。对，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荒诞的现实。阿米后来还直接用飞船上的麦克风跟他对话，讽刺了他几句，说他思想太狭隘了。那锅罗最后怎么样？他最后选择了逃避，就要大家不要再偷窥他家了。他要上船去好好思考一下。虽然过程很混乱，但阿米好像觉得结果还不错。
阿米认为进展比他预期的要快，至少国罗那个坚若磐石的信念已经开始出现裂缝，开始松动了。但也不能太乐观。对，阿米还是提醒说不能乐观，因为像国罗这种深受世界暴君，也就是那种僵化的、排外的、充满恐惧的旧思想模式影响很深的人，要真正改变还是需要时间。连克拉托都承认他以前的想法就跟郭罗差不多。是啊，这一天下来真的是够刺激、够曲折的。对，最后还有个有趣的结尾，对吧？阿米介绍了飞船上那个超先进的洗手间。哈哈，那个根本不能叫洗手间，它是一个充满各种射线的消毒装置。听说进去几秒钟，对，几秒钟，身体内外的所有废物啊、病菌啊，就全部分解消失了，甚至连上厕所的生理需求都没了。哇，这再次展现了外星科技的神奇，也为这充满挑战和启示的一天画下了一个蛮特别的句点。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停在这里。从彼得罗一开始的等待跟反思，到后来跟文卡重逢的喜悦还有烦恼，然后揭开克拉托多年的秘密，看到他的释然，再到最后去面对哥罗这个巨大挑战的初步交锋。哇，每一段都充满了转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耶。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了爱的力量，如何能超越外表、超越距离，同时也看到那种僵化的信念。还有像阿米说的，内心的那个世界暴君是如何阻挡我们去接受新的可能性的。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故事一直透过阿米在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信念真的非常关键。那个心想事成，它不是什么魔法，那是什么？它更像是一种需要我们拿出决心，还有毫不动摇的信心，去显化，去实现那些来自我们内心最高善意的愿望，用信念去创造。对，用爱与信心去创造。这趟星际旅程看起来还在继续，后面肯定还有更多挑战，还有更多的学习在等着他们。不过我们今天就先探索到这里了。那在结束之前，也许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什么像哥罗姨父那样的僵化信念，或者是像世界暴君那样的负面模式，不知不觉地限制了你的视野和幸福呢？或者反过来想，你有没有一个深藏在心底的美好愿望，正静静地等待着你，用你最坚定的信念去赋予它生命，让它成真呢？好啦，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咱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